嗨，我是伊娃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清迈的战利品。原本想说没有要买什么，但我每次好像拍这个影片前都会这样讲。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在泰国去清迈要买什么吧。那我出发的时候是16公斤，因为我这次带了一个29寸的铝合金。那它其实本身就比较重，所以我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快要16公斤。我今天到机场称重的时候是22.7，就是差那么一点就要突破23了。那这一次我在收行李的时候，我就有拍照片传给朋友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哇，你的行李怎么看起来好整齐了？”而且之前分享战利品影片的时候，都会有网友在底下问说，到底是怎么把这些装进去？那下一次有机会我去日本的时候，我就拍一个。就是我怎么把所有东西装到行李箱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我们这次非常的简单，就只有这个行李箱要开而已。其实我装的非常的满，就是任何角落我都没有放过，因为就是像我说的，就是有点出乎预料的买太多，因为我们把超市留在最后一晚。那时候我就想说，我的行李箱好像蛮空的，所以我就多买了几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这一次我们的战利品主要是在 JJ 市集跟超市买的，然后还有一些零星是在夜市买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装行李，就先给大家几个小撇步，我们下次再那个整个装给大家看。那首先其实就是分你行李两边，就是一个有杆子，一个没杆子。有杆子的我都会直接放那种衣服软软的，因为它会去填补那个不规则的空隙。然后像这边是没有杆子的，我就会放这种香氛。那像这个我的底下这边有几个香氛，它都是就是没有办法去做挤压的，我就都会放在没有杆子这一区，那它就可以放得非常的整齐。然后像这种盒子，它跟盒子之间一定会有缝隙，我就会把一些软的布啊或者是衣服塞在这个里面，就当做一个缓冲，然后又可以节省一些空间。那我推估这一次大概战利品好像大概可能是15000以内，就是跟日本比起来就是非常的小咖。像我们上次的大爆买，大家看了没？那个影片要突破6万了哦，如果大家还没看的话，就赶快去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先来分类一下我们这一次带的东西。其实我现在前面的这些就是我们去清迈的战利品。那我们先从超市的部分，超市部分就是我的左手边这一区块。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小包的乐事，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是 Big C 的量贩店，它整个包装其实是一个这么大的 size， 里面就是有10包。那这种就是拿去分给同事或者是朋友就很方便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个东阳贡口味的乐事跟这个花生椰子，这个是姐夫指定要吃的。再来，我就很顺手的拿了一个泡面，还有大家很熟悉的小老板的海苔。那我买了2款，一个是这种就是基本款，另外一种是它这个出的，它是卷起来的，它就是有点像卷心酥这样。还有芒果干跟调理包，那调理包我买了2个牌子，这个我看就是机场也会有卖，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口味，但我看虾皮上有在代购，我就买了。这个牌子就是各家超市都有，然后这个是我在 Big C 才看到的，就买了泰式酸辣汤、红咖喱、绿咖喱等等的。那另一个是我这一次去泰国主要的目标，就是它的酱料。像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，就有那个脆皮猪肉，然后还有提供这个海鲜酱，沾了就蛮好吃的。之后我们去上烹饪课的时候，我就问老师，老师就开了这个说哦买这个牌子就可以。然后我看网络上也有人分享，所以我就买了1罐回来。超市的部分好像就是差不多是这样。接着我们移动到下一个区，那下一个区呢是这个清迈的平价精油，也是我去清迈购物的其中一个主力。我就买了各式各样的按摩油，而且它是有分 SPA 跟马杀鸡，有一种就是纯按摩油，那有一种是含放松的。那这一家满500的时候还会有一个礼品组，但是我还没有开过里面是什么，我来看一下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肥皂吗？这个很像树叶的肥皂，然后再来这个应该就是护发的。这一家呢，它就是在
机场也有，可是机场的店就比较小。那我们是去柴迪龙寺斜对面那一家，它就是它的专门店，所以我在那边就迅速的买了一些精油，然后它还有香氛。那说到香氛，我还买了泰国另外一个知名品牌的，这个呢是我在旅途的过程中，我的主管跟我说，你要去买那个香氛啊，就是什么放一罐的话，就整家都很香。所以我就脑波的很弱，然后去了玛雅百货的时候看了一下，闻了一下，就觉得好像不错耶，我就买了它的扩香。我买的是小罐的，他给我盒子的时候，我想说怎么这么巨大，后来我打开里面才发现，它的玻璃瓶跟它的香氛是分开放的。我在买的时候，我主管有提醒说，就是要小心香氛，就是因为行李箱如果被摔倒的话，香氛很容易破，所以我就在旁边放了我的各种脏衣服做缓冲，但我的脏衣服就是还是一样臭，就是不会因为包着它就香到。那在玛雅百货底下就是有手标泰式茶，那这次呢，我们有喝绿奶茶，觉得蛮好喝的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，各买一个口味回来自己泡。泰式奶茶里面就是加鲜奶油、跟炼乳、跟砂糖自己调，你就可以重现泰奶风味了，好吗？那接着我们逛完了百货公司，我们来逛一下市集。市集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大宗吧，我在市集花了6000块，想不到吧？在市集还可以买到6000块，是不是不简单？对，我自己跟我自己说。因为呢，在市集我去了2家，现在在小红书上面就是非常的红的店，就是去的时候真的是你一到市集就要先去。首先第一个要去的就是这个家 Goose Goose， 大家看它的 logo 就是一只大象，长这样。那他这一家就是卖了很多衣服、袋子，跟他最有名的就是竹篮袋。那个竹篮袋是要早上一早就去排队拿号码牌，然后卖完了就没了，就要等隔天。我们去的时候大概是快9点到，可是我们最后才去逛Goose Goose， 所以去的时候竹篮已经全部销售一空。不过我们在市集吃饭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路上很多人一直拿着那个竹篮。那我自己也是没有要买竹篮，因为我不知道竹篮买回来要干嘛，跟台湾不是很搭。不过在泰国就很搭，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拿着那个竹篮走来走去。我就在休息的时候，我就问旁边的阿姨，她就说他们是大概10点多的时候去。那他就是看到大家都在买，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不买一个不行，这样他就买了一个。他就觉得要跟风一下，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想要买竹篮的话，要记得一早就要去。他说他们是好像有分2批，第一批是开店的，那个是要拿号码牌的，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卖完了之后，好像会有一个时间点在补货，然后去的时候就可以顺利的买到。那阿姨说她是10点多去的，就是看有没有缘分咯。因为我的目标是这个拉链袋，我在出发前我已经看过了，因为我觉得这家它的 logo 就是真的是蛮好看，价格就是什么79、129、159，就有3种大小。再来就是我还在他们家买了这个帽子，主要是它的大象很可爱啦。然后这个帽子就是非常很简单的设计，前面就是一个大象，而且它里面的边边它其实是有这个花纹，它2顶的花纹颜色不一样。那这个帽子一顶是690，帽子是不是蛮可爱的？就是前面一个大象，不错吧？到时候以后去泰国就都要带着这个大象。还有再来就是这个包包，它就是长这样。那它这个包包里面它没有任何的扣子哦。我在现场买的时候，旁边人就说它没有扣的，那这样东西不就会被偷走？但是我是觉得在台湾的话应该还好啦，应该算是蛮安全的。这个是宽肩带，这个对身高高的人来说是非常不适合斜背的，因为它可能就已经会变成你的腋下包。因为像我有个朋友，他那时候也想要买，可是他身高就是比我还要高个10几公分。我就说，可是我背已经有点像腋下包了，他就说好吧，那他先不要。接着再来就是这个他的 T 恤，那他的 T 恤感觉是纯棉的，材质不错，一件的话是790。那我买了好几个图案，纯大象的，然后也有这个是小只的编织大象的，还有这个他家的 logo 的。我姐她就是买了2件，她说她跟她老公要穿情侣装，然后还一直问我说，请问有没有小孩的，他们想要买家庭服？我就想说，
你的小孩都还没有出生，现在就要买家庭服了。但是呢，没有小孩的都是大人的，而且它这个 T 恤就是没有分男女版。可是我觉得它的版应该都是给男生的吧，因为我看起来蛮大。可是我看它 model 就是女生有穿，不过女生的好像是有折。那再来最后一个 JJ 市集最重要的另外一家店，就是这个三角包，它在小红书上也是非常的有名，它就是长这样。它看起来很像小可爱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像跟我现在衣服就很像？那我在这边就是买了3个，它其实也是有好几种 size， 那我买的都是侧背的，然后它还有另外一种是上面它的袋子是皮的，那价格就比较高。那我这次总共是买了3个，就是不同的造型，但都是同一款的。那它的价格也会根据它的花纹来决定，像我这个好像就有390、490、590吧，就是这样可以这样，其实也可以侧背，就这样。那它这一家里面呢是这边有做一个扣子的，我在清迈其实有背了几天，觉得还不错。可是有一天我穿的一件黑色的裤子跟这个摩擦的时候，他们2个是互相起毛球，可能是材质的关系吧。而且我这一次在路上的时候就有获得那个香氛卡，然后我就把它丢进这个包包，然后我这个包包就很香很好闻。那一家的香水，它其实是清迈一家小众香氛，然后它的香水就是主打纯天然的，但是因为我的香水就是都还没有喷完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就留给下一次好了。我现在其实闻了好几天，都觉得这个味道闻起来很舒服。就分享给大家。去JJ市集还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那边超多中国的直播主在带货。你就是走一走、逛一逛，然后你就会看到那边就架了一台机器，然后大家就开始试穿。那逛完了市集，我们要来讲我们最后的夜市。清迈总共有就是4大夜市很有名，就是清迈观光夜市，然后大学夜市、周六夜市跟周日夜市。我自己会推荐就是逛周日夜市就好，因为周日夜市超级大，它总共有6区。那周六夜市有的东西其实周日夜市也有，所以其实就是可以去周日夜市就好。那大学夜市呢，就是有一点像是师大跟逢甲那一类的，就因为在大学旁边，然后衍生出很多商家，那边的卖的东西就是有吃的，也有衣服，还有一些饰品等等的，但就是比较学生等级的。那清迈观光夜市呢，就真的是蛮观光夜市的。虽然说他卖的东西还是 local 的产品，可是就会觉得稍微观光化一点。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周日夜市，因为它里面其实除了食物、衣服之外，还有很多文创的摊贩可以逛。像我们这一次有买一个很特别的，它就是一个木片明信片，而且这个是那个现场我们请商家他直接刻的，因为他其实现场卖了很多像是大象，就是比较可爱类型的，但我就想说问他有没有比较太一点的。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嘟嘟车，他就说那你可以给我10分钟嘛，他就开始刻这样，上面就请他帮你刻你的名字。他说这个是可以拿去邮局寄的，但是我是没有寄啦。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，如果这个寄坏了，我收到的时候这个嘟嘟车是不是就等于发生车祸，就断2片？所以我就想说算了，没关系，我不要寄，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纪念。我在夜市其实买蛮少东西的，因为主要是他们其实卖蛮多衣服、包包那些的，但我就觉得可能在那边用就是蛮适合的，可是带回台湾可能就不太搭。那我还要买另外一个，就是这个小的手工艺电吉他，而且买这个时候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我看它旁边价格就是放了一个59吧，我就问老板说这个多少钱，然后他那时候是说250，但我没有听到250，我就听到50，所以我就跟旁边那个价格联想在一起。等我要付钱的时候，老板说不是250，我才发现我看错，他那59是小的钥匙圈，所以我就错失了跟他杀价的机会。不过呢，我们研究出来说，这种手工艺的好像是比较难杀价，比较好杀价的都是衣服，因为衣服的重复性很高，主要还是看你的商品的稀缺性。如果越特别的话，就越不能杀，就是这样。最后我还要买另外一个，我一到夜市看到的时候我就买了，可能大家会觉得想说买这个干嘛？它是一个人画的画，它是长这样。我有拿反吗？好，对，我拿反。它是长这样。这个应该是这个卖家自己
画的吧，我猜，因为它这边有签名。那这一个呢，一张是100。那会买这个的原因是，我觉得这个蓝色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就是看着它会有一种心情很平静、心情愉悦的感觉。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蓝色的人，我觉得它这个白色放在这边就是非常的漂亮。来，近看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它感觉可能就只有可能东南亚味，它就是没有很泰的感觉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逛逛周日夜市。我觉得整个清迈感觉就是非常的文创啊，它就是有很多手工艺啊，跟曼谷的氛围不太一样，而且在那边真的是非常的悠闲。去那边步调很慢，然后我们其中有一天还有去椰子市集，椰子市集的步调更慢，就是想不到慢中还可以更慢，就每天安排一个点，其实就差不多了，非常惬意。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战利品开箱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的话，可以在底下问一下。如果你想要问怎么排行程的话，也可以问，我也可以告诉你。我们在路上还有买到盘子行程的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要结束咯。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一个赞，还有分享，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， 还有关注我们的 IG， 还有 Facebook， 就通通订阅起来。那今天就这样咯，拜拜。